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用。那在这边开始之前呢，那你已经有没有订阅到我的频道了呢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记得赶快订阅的按钮给我起来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阿用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啊，就是大家知道说我们200匹的10R哥，就是我们台湾第一次进口10R的又刷全马力的10R哥啊。那他这次刷了全马力之后呢，那我们现在很多观众朋友呢一直在质疑说，到底我们台版的新的10R如果刷了全马力之后，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有200匹呢？那我们这次呢，我们的10R哥非常带种的，他除了刷了全马力之外，那他这次已经换完机油了，就是他训车已经训得差不多了。然后同时呢，他的排气管的部分，他连直通管都改下去了。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呢，就要来给他上马力机，来实际来试一下，说它的马力是不是真的有接近200匹的水准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，Let's go。我刚才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就已经先看到国外的他们使用就是 Dynojet 250i 的马力机，他们在做测试，全原厂的情况下，他们测到是174匹，全原厂174匹，对，轮上马力，然后就是 ECU 有升级以后，他们是使用是 Which 的部分。好，那这台车我们看到它受限的部分也是电子油门受限的部分。好，那它就是 Which 安装以后，我们看它实测的话是192匹。哦，192匹啊！对，但是还是要告诉你，不同的机型会有不同的结果，因为在台湾，马力机的机型其实非常多种，有你现在看到待会会使用的 Dynapro 的 S68 的机型，还有 Dynojet 的250i，还有 Dynostar 的D70，它其实马力机太多种，然后包含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美国 Dynamate。对，因为太多种，结果不尽相同。包含台湾做的那个马力机也大概有2到3个厂商啊，所以它参数每个人设定不一样的情况下，结果产生也会有点不太相同。对，大致上。各位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就在桃园的新义车业。那这间呢，就是在桃园地区相当有名的各位应该在桃园的车友的话，应该都知道说这一间车店它是有在拉马力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用它的这个Dynapro 这一台机型，然后来上一下我们的新的10R，这边来直接拉一下它的马力，到底是不是有能够真的能够达到200匹？好，那非常的期待啊！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吧 ，Let's go。我以为上马力机测马力就只要直接上去轮子车子绑住这样就好了。直接在上面吹油门就，还要把车壳拆掉，还要去抓讯号，这算蛮搞纲的。因为这车有前期嘛，它有速度感知器，等一下测完以后一定会亮故障的。那绕一圈，我再把故障码消掉就好。你会不会很担心说，等一下刷完之后马力可能只有袅的120匹之类，你会觉得很干？如果刷完只有120匹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要到车行去处理了。可是基本上应该不会，因为我这次换了，把那个中间边箱拆掉之后，换全直通管之后，它的整个动力上面有差，所以它那个拉的那种速度很明显，感觉落差很大，已经有感觉了就对了。对，它的顺畅感，它那个油门一补就直接往前冲。到几千转之后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。其实6、7千转其实就有感觉。6、7千转之后。6、7千转之后就有感觉。OK， 好啊。很明显的感觉。等一下我们就看马力机数据就知道了。我们就拭目以待。看等一下是不是看拉完之后要去准备要打电话处理人。
到180了，恭喜有180了，我已经看到180的数字出现。刚这169、170，那继续往上测。169、170。但是我看这个数据，其实跟我看到就是美国人他写锐矩的这个动力跟受限。对，因为我直接跟你说，他们测2020 R1测到190多匹。那你如果说像这么新的科技，这种马力190以上，我觉得是算还蛮轮上马力的，算蛮正常。但是你以现阶段看到它只有170的情况下，其实这应该都算受限的，对对。而且你应该有注意到，它高转来说，它动力是直接走下，它而不是缓降。对对对，它的动力应该是有被电流里面切换。所以刚刚测试的曲线，还可以看到拉到最高转的时候的动力就整个就往下掉了。就等它冷掉都在测一次，没关系。170你觉得满意吗？我觉得不错了吧，应该还不错啦，轮上马力有170。等下再看看吗？对啊，因为他说刚说国外假设没有重新有写电脑的话，那应该也有应该大概就在170、180水准，有写的话是大概190几。你看它这里转速拉到大概是13500转左右的时候，那个动力就下来。那这一台的它本身原厂假设是200匹的动力啊，它的最大的马力的转速就在13500转，所以差不多就在这里。然后所以它在这里的时候，它就没有再继续再上去，它这里就下来。然后可是你看，这个是另外一台 R1 的红色的 R1 的曲线，它一直拉到将近14000转的时候，动力都还是上去，然后它没有动力下来，所以它讲的是这件事情这样。这里就是明显的转速就现在这里，因为它电子油门受限，它在前面就有讲到。我跟这里是高转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单位，来12000、12000、13000、14000，在你大高转，它的油门会被直接收掉。有没有100%就收掉，那你肯定没有产生动力了，是吧？大概是这个100%的动力就没了，后面油门就关了。这个是有解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解转速，所以它这边解转速之后，它就可以拉到192，所以到10000转的时候动力都还是有。然后可是你这边这是原厂的13000转的时候，他刚有其实他要讲一个重点，他等下会开始标那个线。174、192，其实跟你现在很吻合啊，差不多啊。我老实讲，3代 MT-09全原厂的，我们在写的话是66匹。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品牌，美国的马力机在台湾有人用，它是70匹，它差10匹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资料参考。刚刚这14000转、13000转，好，那13500转97匹，你去标你那边应该也差不多。13500转，对啊，差不多在这里。135，差不多13500啊，还不错，还有101啊，那97，差4匹，有没有看到？3转哦，12999转嘛，就是最大马力出现在差不多13000转左右嘛。对啊，就是在这个12990转170匹这样。现在大概输出在13000转是你最大马力输出的时候。卖车，再测还是不甘心。是啊，卖车啊，吃个屁啊！卖车，我想看一下吃播啊，我刚看到你有吃播啊。有啊，一出来我就说他妈的这台比吃播还要没有力。看曲波蓝色这一条是曲波的马力曲线。你看，在这里的峰值的时候，183.49。对啊。然后你的马力峰值大概是在前面13000转的时候，大概只有170。然后你同样在这里的高转的时候，你的马力就已经掉到96匹这样。所以你看哦，它从6000转那边开始，一路涨。我跟你讲，可是你看哦，
你有没有注意到它前面这里的输出？它这里前段这里从1000到大概是9000转之前啊，它的动力的输出都是赢的，只是说你在后面的时候就输了，在尾端的时候这边输掉，所以你如果是在可能比较低转程，在比较低速一点的那个区域动力的时候，你可能是赢的。可是如果你要拼那个直线加速的极速的时候，后面就会输掉，这样，对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也许这样子是更实用的动力曲线，对啊，因为你现在到9000转之前，应该是大部分的弯道这边常用的转速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，你现在反而说你现在真的要到那么高转的时候，你根本弯道是用不到的，然后反而是在拼极速的时候才用得到。可是你看力宝，力宝也不会高，你力宝不可能拉到那么高啊，对啊，对吧？所以即使这边的输掉，可是实际在赛道上面还不一定说是谁输了，对啊，它很难讲。好，但是相同的条件下，好，这台车提升前，测这个马力，提升后测这个马力，好，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做比对。那如果是相同的机型，我们才会去做比较；不同的机型，我们只能做推测而已。对，参考。所以你在比那个马力的话，一定是同一台设备这边拉出来的，对，这样的话才会是有同一个基准这边去做比较，误差值是会最小。哦，我1公尺可能是100公分去换算，那可是我另外一台马力机可能是1公尺是200公分去换算，就会变成说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。对啊。高啊，高，再来第二次。最高都170，对，一致性非常高啊，都171点。哇，3趟的曲线都几乎一样。它就是有动力切断的曲线，曲线还蛮漂亮的，它曲线还蛮漂亮的，都差不多在13000转。对，所以你跟刚刚的那个外国人的做比较，你就知道它这个电子油门的问题一定是算有问题的。以我们的经验，一般来说轮上马力啊会打8折，打8折。对，但是欧洲车通常只有打9折。对，因为可能欧洲纯种马的关系吧。对，那所以日本我们测试到几乎都是有打8折。对，还是因为它没有冲压进气。我这样跟你说，大家都是相同条件，大家都是相同的条件。好啦，那觉得怎么样？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。要换车吗？下次再努力。是不是明天要换车了？其实我觉得170匹不错啦，差一点点而已啊。对啊，骑不出来啦，只是数字上面的爽度而已。可以啦。看马力啊，是看那曲线，它中间在拉。对，重点是那个拉的曲线。基本上，我老实告诉你，你弄了触媒啊，弄了触媒不一定比较好。对，不一定比较好。所以也许有触媒还比较好。对，没错。
那今天这一集呢，希望各位看了之后也是有所帮助啦。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呢，欢迎各位留言给我。那别忘了要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还有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